世界上最大的鸟究竟有多大？你见过一展可达6米以上的大鸟吗？你听说过一脚就能将一个人类壮汉踢死的鸟吗？一提起大型的鸟类，我们很多人都会偏向于一些猛禽或者秃鹫、老鹰这类的大鸟。但是你知道吗？这些猛禽的体型其实并不算太大，它们的优势主要就在于凶猛。在全世界，其实还有很多种鸟类要比这些猛禽更大、更凶猛，也更可怕。它们多数都生活在远离人类的地方，栖息于各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很少会出现在人类面前。如果不是刻意去寻找这些大鸟，多数人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够亲眼看到它们。今天这期视频，黑兔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体型最大的10种鸟类，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世界上最大的10种鸟。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金头鹳，这是一种生活在非洲中部的大鸟。金头鹳的体长可达1.5米，体重约在14斤左右。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脸上那宽大且粗壮的喙，看上去给人的感觉非常憨厚。这个巨大的鸟喙也是金头鹳最厉害的武器。它的嘴端下弯成钩状，尖端非常尖锐，周边也非常锋利，锋利程度使它们能够穿透鳄鱼的皮肤，相当强悍。在非洲当地，这种大鸟有时候甚至被称为鳄鱼的天敌，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家伙经常会捕杀小型鳄鱼。这种大鸟通常都是单独活动，主要都是在夜间活动，白天通常都隐藏在草丛中休息，到了黄昏才肯出门觅食，因此人们很难发现它们的行踪。它们的食物主要是以一些鱼类为主食，有时候也会捕捉一些小型鳄鱼和甲鱼、水蛇以及青蛙等动物。再有就是这个家伙虽然看上去比较憨厚，但实际上对于人类来说可能有潜在的危险。因为金头鹳的领地意识很强，一位金头鹳的领地面积约为3平方千米，通常都是由2只一起联手保卫。一旦有其他动物进入到它们的领地，金头鹳就会对其发起攻击，如果打不过对方，就会想方设法对其巢穴进行破坏，脾气相当暴躁。好，第9个，漂泊信天翁。它是距离人类栖息地最远的一种鸟类，漂泊信天翁也叫流浪信天翁。这种鸟生活在寒冷的南极海域，几乎在整个南冰洋都有这种鸟的踪迹。它是世界上人类已知现存翼展最大的鸟类。漂泊信天翁的翼展最大可达3.7米，平均翼展都在3米以上。还有一些更大的例子声称翼展达到了5.3米，但这些报告仍未得到证实。经过验证的最大翼展为3.7米，它的体长可达1.35米，体重最重可达30斤以上。巨大的翼展为这种鸟带来了非常强悍的滑翔能力。漂泊信天翁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它们可以在空中停留几个小时，而不用挥动翅膀。这种鸟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飞行中度过，除了觅食的时候会降落，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空中活动。据记录，曾经有一只漂泊信天翁在12天内飞行了6000多公里。这种鸟除了飞行能力强，它们还具备非常优秀的潜水技能。漂泊信天翁可以一头扎进水下12米深的冰冷海水下捕获猎物。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也是以一些乌贼、小鱼这些水生动物为主。这些鸟绝大多数都仅分布于北冰洋，很少会出现在人类的栖息范围内。在这里没有人会干扰它们，它们也没有天敌。对人类来说，气候寒冷的北极却是漂泊信天翁的理想栖息地。对了，还有就是它们的寿命最长可达60年。第8个，安第斯神鹫。这是一种分布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一种大型猛禽，它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猛禽。安第斯神鹫的体长可达1.3米，体重最重可达30斤，它的最大翼展为3.3米。这种大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们的脖子，通常它们的脖子和头部几乎没有羽毛，因此它也被称为安第斯秃鹫。这个家伙在野外主要以一些腐肉为食，野生的安第斯秃鹫每天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开阔的地区寻找动物尸体，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多数都是以腐肉为主，有时候它们也会去猎杀一些小型的活体动物，比如鸟类和兔子，但绝大多数它们都在处理或者清理其他动物的尸体。在一定意义上，安第斯秃鹫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它们不将一些死去的动物尸体吃掉，那么这些腐肉就会成为疾病的滋生地，向外释放出很多病菌。对了，还有就是它们的寿命，它除了体型大，还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之一。野生的安第斯秃鹫寿命可达50年以上，人类已知寿命最长的圈养安第斯秃鹫活了79年。第7个，灰颈鹿宝。这是一种分布于非洲南部的一种大型保科动物，它是现存最重的飞行动物之一。灰颈鹿宝的体长可达1.35米，体重接近40斤。由于体重过大，它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地面上活动，几乎70%的时间都在步行。多数情况下，只有在它们感觉受到惊吓时才会快速奔跑，需要借助推力升空。在奔跑时，借助推力用很大的力气腾空飞起。
灰颈鹿宝是一种杂食性鸟类，它们的食物来源非常复杂，多数都是以一些昆虫为主，有时候它们也会定期食用一些小型脊椎动物，比如蜥蜴、变色龙、小蛇以及小型哺乳动物。有时候它们也会选择吃腐肉和各种植物的种子、果子和根茎。作为一种大型的陆栖鸟类，并且生活在动物种类繁多的非洲大陆，它们很容易遭到非洲大陆上很多陆地捕食者的攻击，像一些我们熟知的豹子、狮子、斑鬣狗以及一些大型猛禽，都会对灰颈鹿宝的生命构成威胁。据估计，在非洲高达82%的灰颈鹿宝在出生后的第1年就会死亡，也正是因此，导致人们对它们的具体寿命尚未得知，只知道圈养中的灰颈鹿宝至少可以活到26岁，野生的寿命尚不清楚。第6个，火鸡，这是一种原产于北美地区的一种大型高地陆鸟，现存的分为野生火鸡与家养火鸡2种。家养火鸡是一种大型家禽，成年后的家养火鸡体重最大可以达到78斤，体长可以达到1.1米以上，翼展最大可达1.8米，是当地开放龄最大的鸟类。家养火鸡与普通的圈养鸡一样，主要被用来供应人类的商业生产，多数都被当作食物。据估计，在全世界每年约有6.2亿只火鸡被人类吃掉，这多数都发生在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每年的感恩节，每年的这一天可能会有多达上百万只火鸡被宰杀。除了感恩节，在圣诞节的时候，当地人也会吃火鸡。总之，在西方，一旦遇到一些比较传统的或者重要的节日，他们就会吃火鸡，就类似于我们的饺子一样。对了，再有就是无论是家养的火鸡还是野生的火鸡，对人类的小孩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当地这种大型家禽经常会出现袭击人类小孩的事件发生。虽然火鸡对成年人类构不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如果是小孩子，那就相当危险了。好，第5个，大美洲驼，这是一种不会飞的鸟类，原产于南美洲的东部，是南美洲最大的鸟类。大美洲驼的体重最重可达70斤以上，它们的身高可达1.7米，从喙到尾巴的长度可达1.3米以上。虽然看上去它们的外观与大多数鸵鸟差不多，但两者却是截然不同的2个物种。它们的双脚是一双极具杀伤力的武器，这个家伙的踩踏力非常可怕。在南美洲，当地人经常会看到一些家犬被大美洲驼踩踏致死的惨景，这种情况对于人类的儿童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再有就是它们的繁殖方式非常特别，大美洲驼每当到了交配时，雄性大美洲驼就会提前把巢穴搭建好，并且邀请雌性大美洲驼们将鸟蛋下到这个巢中。一只雄性大美洲驼的栖妾数量最多的时候能高达15只。等雌性大美洲驼下完蛋后，它们就会离开另寻新欢，然而这只雄性大美洲驼则会留下来保护以及孵化妻妾们留下来的蛋。在这期间，雄性很少进食，也基本不会离开巢穴半步。等雏鸟孵化出来后，雄性大美洲驼还会负责保护它们。在这期间，它们极具攻击性，任何靠近它孩子的人或动物都会遭到它的攻击，非常危险。好，第4个，帝企鹅。帝企鹅也叫皇帝企鹅，它是南极洲特有的一种现存企鹅物种中最高和最重的，也是企鹅家族中个体最大的物种。帝企鹅的身高最大可达1.3米，体重可达100斤以上。它们是群居性动物，在环境恶劣的南极地区，每当恶劣的气候来临，群居生活可以帮助它们挤在一起，抵御寒冷。它们的耐寒性非常强，帝企鹅的皮肤表层覆盖了多层隔热的脂肪和羽毛，在周温气温低至零下40度的环境下，它们的身体仍可以保持39摄氏度的体温，并且它们还可以在零下40度的环境下孵化企鹅蛋，这一点是地球上绝大多数动物都做不到的。再有就是它们的集群数量，帝企鹅的集群数量非常庞大，一群通常都会高达几百只，最多的时候甚至能高达10万多只在一起活动。在南极，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海里，帝企鹅可以下潜到海水中500多米深的水域寻找食物，一次下水可以在水中憋气15到20分钟，主要以海下的一些鱼虾和头足类动物为食。在野外，它们的寿命可以达到20年。好，第3个，南方食火鸡。这是一种非常凶猛且极具攻击性的大型鸟类，食火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鹤鸵，这是一种分布于澳洲的一种不会飞的大型鸟，共有3个不同的亚种，体型最大的是一种名为南方食火鸡的大家伙。南方食火鸡也叫双垂鹤鸵，这种食火鸡体型高大，体长可达1.7米，身高可达1.8米，体重最重可达120斤以上。它们的脚上长有3个粗壮有力的脚趾，内趾长有长达12厘米的匕首状利爪，杀伤力非常强大。它们通常都活动在一些热带雨林地区，主要以一些浆果和种子为食。这个家伙虽然体型高大，但是并不笨重。它们在奔跑的时候，时速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这个家伙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非常致命的鸟类。食火鸡的攻击性很强，一旦有人类或者动物让它们感觉自己受到威胁或惊吓时，它们就会跳起来，用脚上那像刀片一样的爪子狠狠地踢向对手。食火鸡的双腿力量很大，它们在发起攻击的时候，可以利用爪子直接穿透我们的皮肤，给我们造成致命一击。更可怕的是，当它们发起
风来，我们即便是想跑也跑不过它。它们不但凶猛，灵活度也很强，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相当危险的。在2019年，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就曾发生了一起食火鸡伤人致死的事件，死者是饲养食火鸡的主人，在不小心倒地之后，被自己饲养的食火鸡用爪子生生抓死的，非常可怕。好，第二个儿苗。儿苗也被称为澳洲鸵鸟，它是澳大利亚特有的物种，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本土鸟类。儿苗的身高可达 1.9 米，体重最重可达120斤，雌性通常要比雄性略大。这种大鸟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开阔草原以及森林和沙漠地区，它们也是一种不会飞的鸟类。虽然没有飞行能力，但它们的奔跑速度却达到了惊人的每小时69公里，并且可以连续奔跑上百公里。那家伙的奔跑能力非常强悍。在野外，它们通常都是以一些植物为食，有时候也会吃一些昆虫等一些小动物。它们与食火鸡不一样，虽然两者都生活在澳洲，但儿苗却不具备像食火鸡那样的攻击性。儿苗相对比较友善，如果不激怒它们一般不会对人类发起攻击。再有就是它们产下的蛋非常特别，儿苗的蛋是一种天然的墨绿色，看上去非常漂亮。这种颜色的鸟蛋在鸟类中是独一无二的，也正是因此，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人们会在儿苗蛋上雕刻图像，当做工艺品售卖。再有就是它们的寿命，野生的儿苗寿命在10年左右，家养的则可以活到20多年。好，第一个，非洲鸵鸟。鸵鸟共分为4个亚种，体型最大的就是非洲鸵鸟。非洲鸵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一种鸟类，成年的非洲鸵鸟身高可达 2.8 米，体长约为3米左右，体重可达300斤以上，它们的寿命可以达到60多年。你可能很难相信，鸵鸟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甚至能够杀死狮子。虽然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但它们有时候确实具备这种能力。要知道，鸵鸟的腿具备非常强劲的踢力，并且每条腿都配备了非常致命的爪子，这些锋利的脚趾很可怕，长度可达15厘米，再加上它们那重达300斤的体重，巨大的体型使得它们可以一脚踢出约280斤的力量。这种力量如果全部集中在它们尖锐的爪子上，一脚踢出去，对绝大多数动物都有可能产生致命的威胁。如果一脚踢到狮子的要害部位，是有可能将狮子杀死的。不过这种情况极为少见，一般情况下，在非洲大陆，大多数食肉动物都会避开鸵鸟，不想与之发生冲突，因为即便鸵鸟不予反抗，除了猎豹，绝大多数食肉动物是很难追得上鸵鸟的。要知道，成年的鸵鸟一步可以跨越3到5米的距离，它们在高速奔跑时，时速最高可以达到70公里每小时，还能跨越5米多高的障碍物。除了猎豹，一般的动物很难追得上它们。再加上鸵鸟的身高较高，视野范围比较开阔，它们能够及时发现敌害，所以一般情况下，像狮子、猎豹这类的野兽，并不会将鸵鸟列为猎杀对象。对了，再有就是鸵鸟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具有致命威胁的动物，一定要与它们保持安全的距离，因为这个家伙的腿非常可怕。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乌龟究竟能活多久吗？你见过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乌龟吗？俗话说，1000年的王八，万年的龟。那么龟鳖类动物真的可以活到上千年吗？你知道吗？龟鳖类动物其实早在大约2亿多年前就已经以目前这种形式生存在地球上了。它们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一种爬行动物。至于它们的寿命究竟能有多长，至今为止人们仍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家伙的寿命，你知道吗？在整个地球上，其实有很多种体型巨大的龟类，至今为止，它们究竟活了多少年，人们其实根本无从得知。我们只能通过一些零散的资料去估计它们的大概年龄，因为想要知道这些大家伙的确切年龄，即便用尽我们一生的时间，都够呛能得出精确的答案。今天这期视频，黑土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现存的10种体型最大的龟鳖类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巨型龟。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短吻鳄龟，这是一种分布于北美地区的一种大型凶猛龟类，短吻鳄龟也叫大鳄鱼龟。这个家伙的体型很大，成年短吻鳄龟的龟壳最长可以达到80厘米，体重最大可以超过200斤。它们经常栖息在一些河流、湖泊中，是一种几乎完全肉食性动物。这个家伙几乎会吃掉任何它们可以抓到的猎物，像一些鱼类、蛇以及其他的龟鳖类，甚至是小型鳄鱼，短吻鳄龟都会对其进行猎杀。这个家伙之所以得名鳄龟，一多半原因是出于它的凶猛程度。短吻鳄龟是所有龟鳖类动物中最凶猛的一种，它们的嘴巴前端的上下颌呈钩状，与一些鹰嘴很像，千万不要小视它这个嘴巴。虽然这个家伙没有牙齿，但是它们的钩状上下颚足以咬断我们的手指头，甚至我们的骨骼。成年的短吻鳄龟在野外除了人类几乎没有天敌，非常凶猛。对了，还有就是这个家伙的寿命，短吻鳄龟12岁左右才会达到成熟，人工饲养的短吻鳄龟的寿命通常也就在20到70年之间，然而纯野生的寿命仍未得知。
不过一些动物学家估计它们可能能够活到200岁。好，第9个，黄角龟。黄角龟也叫黄腿象龟，之所以叫黄角龟，主要原因就是在它们的前腿上有一些黄色的鳞片。这个家伙生活在南美洲的亚马逊盆地，在这里，由于它们的移动速度缓慢，无法捕捉其他快速的猎物，在野外，它们只能吃一些树叶、草、落果或者其他动物的一些腐肉。有时候食物短缺，它们甚至会选择食用其他动物的粪便去充饥。不过，通常情况下，它们应该是不缺食物的，因为在亚马逊盆地，全年的气候变化幅度几乎不会很大，常年绿树成荫，有足够的食物供它们享用。在野外，黄角龟的体长最长可以达到94厘米，寿命约在50到60年。这个家伙从8到10岁开始成熟，成年后的黄角龟全年都在交配。然而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通常体型较小的雄性黄角龟更容易得到雌性的青睐。后来人们通过研究发现，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体型较小的雄性移动起来会比其他体型较大的要快，这可以使它们能够快速的与大量雌性相结合，从而传递它们的基因。对了，还有就是这种黄角龟从出生起就会自食其力，因为它们的父母并不会照顾它们长大。由于移动缓慢，几乎没有攻击性，在亚马逊地区，这个家伙面临最大的威胁就是人类。在当地，黄角龟被人类大量捕杀，被运到南美作为美味出售。好，第8个，豹龟。豹龟是世界上第4大陆龟，成年豹龟的体长最长可达1米，不过通常情况下，它们的体长约在70厘米左右，1米长的很罕见。豹龟也叫豹纹陆龟，这个家伙大多数都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它们与猎狗生活在同一区域。豹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上那些黑色斑点以及条纹，再有就是它们的龟壳通常都比较高，看上去后背像是隆起一样。这个家伙是草食性龟类，在非洲，它们主要是以一些草本植物为食，不过有时候它们也会去啃食一些动物的骨头以及猎狗的粪便。吃这些东西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从中获取自身骨骼发育所必需的钙。还有就是它们之所以会选择食用猎狗的粪便，是因为猎狗这个家伙是一种吃肉不吐骨头的动物，在它们的粪便内会有许多骨骼残渣，豹龟食用起来会更方便。我们都清楚，猎狗是非洲大陆的清道夫，然而豹龟则是非洲大陆的种子传播源。豹龟在吃植物的时候，一些植物种子进到豹龟的肚子里，可以未经消化就通过它的肠道，然而等到排泄出去之后，就可以将种子传播到它的活动区域，使得植物可以扩散生长。对了，还有就是豹龟的寿命可以活到80到100年左右，成年的豹龟在非洲大陆几乎没有天敌。好，第7个，苏卡达陆龟。它是整个非洲大陆体型最大的陆龟，这个家伙的体长可达83厘米，体重约在200斤左右。它们生活在非洲南部的边缘地区，通常都栖息在一些稀树草原、沙漠边缘或一些干燥的大草原等等一些比较炎热干旱的地区。由于天气炎热，缺乏水源，因此使得苏卡达陆龟不得不采取夏眠的方式去维持生存。没错，就是夏眠。很多领导可能都了解动物们冬眠，很少听说过有夏眠这一说，但在这里夏眠确实存在。在这种干旱的地区，苏卡达陆龟为了躲避高温以及保留住体内的水分，每当到了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它们就会在地下挖掘洞穴去躲避日晒。如果遇到长期干旱的天气时，它们则会钻进自己挖的洞穴中停止活动，等到旱季过去，雨季来临的时候才会出洞觅食。对了，还有就是它们的夏眠期间的食物。在野外，苏卡达陆龟挖的洞穴通常都很深，有时候甚至会深达10几米。在这个深度内的土壤相对湿润，夏眠期间它们会在自己的洞穴周围排泄它们的粪便。如果洞穴周围的土壤保持湿润，像平时吃的一些草和多肉植物的种子则会随着它们的粪便排到洞穴周围，从而继续生长，以供它们食用。即便在这种极端炎热恶劣的环境下，它们仍能够找到生存的办法，寿命更是可以达到70岁以上，求生手段相当哇塞。好，第6个，玳瑁。确切点说，它应该叫玳瑁海龟，这是一种极度濒危的海龟。它们生活在热带珊瑚礁中，通常都栖息在海下18米左右的深度活动。玳瑁海龟的体长可达1.1米以上，体重可达230斤以上。它们是海洋中一种携带毒素的海龟。不过它与其他的剧毒动物不同的是，玳瑁并不会主动向外输出毒液，它们身上的毒主要就是它们身上的肉有毒。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家伙超过50%的食物来源都是以一些海绵以及一些水母和刺胞动物为主，它们吃的这些东西中有很多本身就携带剧毒，这种剧毒对很多动物都是致命的，但玳瑁却不以为然，它们具有很强的抗毒能力和抵抗力。这些剧毒生物它们吃下去并不会导致中毒，
由于经常食用这些剧毒生物，渐渐的玳瑁海龟的肉中也就有了相当水平的毒性，这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自身携带毒素，多多少少都能够替自己抵挡一部分掠食者的袭击。还有就是这个家伙几乎没有什么主要的天敌，除了鲨鱼和湾鳄有时候会威胁到它们，大多数海洋生物不会去选择猎杀这个硬菜。再有玳瑁的性情也是异常凶猛的，它们的双颚十分有力，可以轻易的咬碎一些贝壳等等一些坚硬的生物，相当凶猛。好，第5个亚达伯拉象龟，它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陆龟之一。成年亚达伯拉象龟的平均体长都在 1.2 米以上，体重可达500斤。它们大部分都生活在塞舌尔的亚达伯拉环礁岛屿上，这座岛受到保护，整座岛就是亚达伯拉象龟的家园。你知道吗？在这里大约生活着10万多只亚达伯拉象龟，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种群，当然也是这座岛屿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之一。这些大家伙每天在岛上的一些开阔的草原上聚集，天气炎热的时候，他们会群体移动到一些阴凉的地方躲避烈日。到了晚上，他们可以毫无防备的想睡就睡，除了自己的同类，几乎没有其他动物干扰他们。对于这些大家伙来说，这里就是天堂，有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就可以安心的研究长寿的秘诀。人们通过研究发现，一些个别的亚达伯拉象龟的寿命可能已经超过了200岁，但这很难证实，因为这个家伙的寿命通常都要比观察他们寿命的人类要长得多，科学家们几乎不可能耗得过他们，所以他们究竟能活多少年，至今我们仍未得知。好，第4个加拉帕戈斯象龟，它是地球上目前人类已知现存体型最大的陆龟物种。这个家伙的平均体长都在 1.2 米以上，体重可达700斤以上。它们仅分布于南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然而加拉帕戈斯群岛共有14个岛屿，由于每座岛屿上的生态环境都各有差异，所以导致各个岛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形态不一。因此人们把这些个大家伙分为14个不同的亚种，总之统称加拉帕戈斯象龟。这个大家伙看上去虽然比较威猛，但其实是一个相当笨重的龟类。加拉帕戈斯象龟一天需要花掉8到9个小时的时间去觅食，大多数都在清晨开始出发，到了傍晚休息。在这期间，它们每小时只能够移动260米，行动非常缓慢。这个家伙是食草动物，它们主要以一些仙人掌、树叶以及一些浆果为主食。由于它们的食物含大量水分，因此它们可以在没有水或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存活超过6个月，甚至长达1年的时间不进食。对了，还有就是它们的寿命，据人们估计可达200岁，具体的同上面一样，无从得知。好，第3个绿海龟，它是海龟中体型最大的硬壳海龟之一。这个家伙的体长可达 1.5 米，体重最重可达600斤以上。它们遍布全世界的热带和亚热带海洋。绿海龟与大多数的海龟一样，属于杂食性动物。幼年的绿海龟通常是肉食性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年后的绿海龟渐渐的就会转换成草食性动物。之所以叫绿海龟，是因为这个家伙的生长速度相对较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们缺少营养。由于长期食用海草和藻类为食，身体的脂肪逐渐就会透露出绿色，因此得名绿海龟。对了，还有就是它们的天敌，难以想象，经常杀死这个大家伙的并不是凶猛的鲨鱼，而是一些体型较小的寄生虫。在绿海龟的身上有很多种寄生虫，比如藤壶、水蛭、挑虫和线虫。这些寄生虫会导致绿海龟的肝脏和肠道感染，从而使绿海龟有致命的危险，非常可怕。好，第2个蜥龟。蜥龟也叫红海龟，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硬壳海龟。成年的红海龟体长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000斤以上。它们与绿海龟一样，分布于世界各地。这个大家伙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开阔的海洋和沿海浅水区，几乎很少上岸。但即便一直隐藏在水下，也无法躲避人类的捕杀，目的就是为了猎取它们身上的肉以及它们产下的蛋。至今为止，世界上很多地方仍有很多人在食用红海龟的肉和蛋，特别是在墨西哥，海龟蛋在这里是一种很普遍的食物，并且很受当地人的喜爱。由于人类对其进行肆无忌惮的捕杀，导致这个遍布世界大部分海域的大家伙最终也被列为易危物种。不过庆幸的是，目前世界上很多地方已经将它们列为受威胁物种，并对其进行保护。好，第1个棱皮龟，它是目前人类已知地球上所有龟边目中体型最大的龟类。它的最大体长可达3米，体重可达1吨。它是世界上第3大爬行动物，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龟物种。这个家伙之所以会长这么大，是因为它经常会吃掉大量的水母所导致的。它仅1天的时间就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大约70%的食物，食量相当的大。这个家伙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还被称为吃水母机器。棱皮龟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它们的嘴巴，
当棱皮龟张开嘴巴，我们就可以看到附在它们食道内壁上的那些又大又锐利的角质皮刺。这些东西单是看上去就会让人头皮发麻，嘴里的这些刺可以帮助它们磨碎食物，从而更容易的让自己消化掉。还有就是这个大家伙虽然看上去比较强悍，但实际上它们在海洋里经常会遇到麻烦，比如大白鲨和虎鲸都会对棱皮龟进行猎杀。之所以会被这些个大家伙猎杀，是因为棱皮龟与其他的龟类不同，它的龟壳与其他的硬壳龟不同，并非纯粹的骨头。棱皮龟的龟壳硬度较弱，看上去像是一种柔软的皮革。也正是因此，大白鲨以及虎鲸这些捕食者完全可以咬得动棱皮龟的龟壳，因此这个大家伙时不时的就会遭到大白鲨的袭击。还有就是由于其生活在一些较深的水域，人们想要深入了解的难度相对较大，以至于它们的寿命究竟有多长，至今为止人类仍未得知，据估计应该超过了100年。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你知道曾经生活在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恐龙有多大吗？你以为霸王龙在当时真的可以统治地球吗？你知道吗？至今为止，人们已知的恐龙种类就已经超过了上百种。在这多达几百种恐龙中，有食草的，有食肉的，也有杂食性的。不同种类的恐龙特征也会明显不同。吃草的多数都是4条腿，而吃肉的2条腿居多，种类繁多。人们为了方便记录，便把这些不同种类的恐龙分为6大类群。在所有不同种类的恐龙中，它们的体型从几十厘米到几十米不等，有大有小。第一个犀角类恐龙是人类目前发现的体型最长和最重的恐龙类群。由于人们只能通过零散的化石去了解它们，所以人们只能通过骨骼长度大致估计出它们的大小。今天这期视频，黑图就结合以上的7大类群，大致找到了曾经世界上体型最大的10种恐龙，带各位领导再次回到过去，认识一下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那些霸主。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巨兽龙。巨兽龙也叫南方巨兽龙，人们第一次发现这个大家伙的骨骼化石是在1993年，当时是由一个业余的化石猎人在阿根廷当地的一个沙漠找到的，后来通过古生物学家对其骨骼进行重组复原，最终使得巨兽龙的标本保留了将近70%的骨骼。这副骨骼也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完整的标本。之后，人们通过分析了解到，巨兽龙是一种生存在距今约1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的大型食肉恐龙，它们的体长约在14米左右，体重约为11吨左右。这种恐龙应该是靠捕食其他恐龙为食，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那满嘴匕首般的利牙。这个家伙在当时应该有着很可怕的咬合力以及非常快的撕咬速度。虽然在当时巨兽龙并不是最强大的恐龙，但它和暴龙以及沙齿龙是白垩纪最强的3种食肉恐龙。对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体型，巨兽龙通常被认为是最大的兽脚亚目恐龙之一，然而由于其残骸不完整，因此它的确切体型大小人们很难估计，最终导致它与霸王龙究竟谁的体型更大，至今仍是一个备受争论的话题。有的说霸王龙更大，也有人认为巨兽龙更大。好，第9个，棘龙。棘龙是人类已知所有陆生食肉动物中体型最大的，它的体长可达15米，体重约为10吨。棘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背部长有吊桥状的背脊，它们与巨兽龙一样，大约生活在1亿多年前的白垩纪，其分布范围就在现在的非洲北部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撒哈拉沙漠北部。在当时，这里植被茂密，食物充足，还不是一片荒漠。古生物学家通过对棘龙的骨骼研究发现，它们可能存在一定的水性，也就是说，它们很有可能与鳄鱼或者河马这样的动物一样，可以在陆地上活动，也可以在水中活动。因为从它的身体构造，尤其是头骨和牙齿，它们的上下颌又长又窄，这种特征可以使得它们非常适合捕杀鱼类。再加上巨大的体型，它们也可以捕杀陆生动物。由此，人们猜测这个大家伙很有可能水陆通吃，在当时绝对是一个非常拔尖的捕食者。好，第8个，腕龙。腕龙是地球上曾经出现过最大和最重的恐龙之一，它们大约生活在1.5亿年前的晚侏罗纪时期的北美洲。在目前人类已经发现的所有完整骨架的恐龙化石中，腕龙是最高的。它们站立时的身高可达15米，身长约为26米，但是它的脖子就长达6米，整个看上去简直就像一栋大楼那么高大。腕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长脖子与前腿，腕龙的前腿要比它们的后腿更长、更粗壮，乍一看上去就很像现在的长颈鹿。据人们通过研究腕龙的粪便化石发现，这个家伙每天可能需要吃掉大约1吨的食物来维持它们庞大的身体生长以及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它们的食量几乎是亚洲象的10倍。
当然吃得多，排泄物自然也多。据估计，这个家伙一次向外排泄的粪便就有1米多高，并且这个大家伙还属于群居动物，每天都会成群结队的在大地上晃悠，寻找新鲜的树木。万龙群所到之处，大地震颤，烟尘滚滚。对了，还有就是万龙属于食草动物，它们虽然体型巨大，但是性情温和，并不像霸王龙那样喜欢攻击其他的动物。好，第7个，南极龙。这里的南极并不是指南极大陆，南极龙的这个名字在古希腊文中并不是表示南极洲，而是指北方的相反。简单点说，就是意思比较相近，但是代表的地方不一样。这里提一下，还有就是恐龙的这个名字只是我们中国人的叫法。刚开始，国外的一些古生物学家把这些远古生物称为恐怖的蜥蜴，而我们就将其简化翻译过来后就变成了恐龙。好，南极龙生活在白垩纪晚期，当时它们的活动区域位于现在的南美洲。它们是一种大型的4足草食性恐龙。据人们估计，南极龙的体长大约在30米左右。但是由于南极龙并没有一个完整的骨骼，因此它的具体大小很难推断。人们估计的大小通常差距会很大，科学家们只能通过一些零散的骨骼去大致估计出它的整体大小。好，第6个，梁龙。梁龙其实也就是地震龙，之所以会有地震龙这个名字，是由于其巨大的体型，走起路来可以使得大地震动，因此才被称为地震龙。梁龙曾经生活在大约1.5亿年前的侏罗纪晚期的北美洲西部，它们的体长全长可以超过30米，体重约为10吨。这个家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长。梁龙虽然体长比万龙长，但是体重却没有万龙重，这主要就是梁龙的身体长度主要都集中在头部与尾巴。但是它的脖子就长达7米多，尾巴最长可达14米，这就会显得它们的身体瘦小，只有10几吨重。科学家估计，梁龙之所以会拥有这么长的尾巴，可能是为了抵御敌害。在面对其他掠食者的时候，梁龙可以利用它的长尾巴当做鞭子一类的武器来发起攻击。还有就是梁龙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们的鼻子长在眼睛上面。当然，不只是梁龙，上面提到的万龙的鼻孔也是长在头顶上的。虽然两者看上去比较相似，但是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明显的不同。梁龙的后腿比前腿长，而万龙的前腿要比后腿长。对了，还有梁龙这个大家伙也是草食性动物，以植物为食。好，第5个，波塞冬龙。它可能是人类已知最高的恐龙。由于没有找到波塞冬龙的完整骨骼，因此还不能将其定义为最高的恐龙。不过人们通过骨骼分析，它们很有可能是最高的恐龙。波塞冬龙也被称为海神龙，它的外表与万龙很像，但是通常要比万龙更大。波塞冬龙的体长大约可以达到34米，体重约为60吨左右，身高可能会达到17米，大约是6层楼那么高。但是它们脖子上的一节颈椎就有1.5米长，脖子的长度可以达到12米左右，体型那家伙相当大。他们当时的活动区域就是现在的墨西哥湾的海岸。早期这里植被茂密，有足够的食物供波塞冬龙使用。在当时几乎没有其他恐龙可以威胁到成年的波塞冬龙。人们第一次发现这个大家伙的化石是在1994年的奥克拉荷马州的一个乡村，由当地的一个训犬师在一个露出的粘土岩中发现。人们在刚发现波塞冬龙这种化石的时候还有些质疑，许多人都认为这种骨骼太大，不太可能是动物的遗骸，一度认为是一些树干。后来经过科学研究，最终才确定这是一种大型的恐龙。好，第4个，超龙。据科学家们估计，超龙是一种体长接近35米长的巨型恐龙。由于人们只发现了一些超龙零散的骨骼化石，因此还不能够确定超龙的体型究竟有多大，只能通过零散的骨骼去大概估计它的体型。当然，科学家认为超龙的体型长达35米，也不是胡乱猜测的，因为从发现的超龙零散的化石中观察到，这个家伙仅仅是一块肩胛骨就长达2.5米，骨盆宽1.8米，肋骨长达3.1米。单从这些巨型骨骼来看，超龙的体型也小不了。还有就是超龙的体重，从这些巨大的骨骼来看，科学家们推测超龙的体重大概到了66吨，甚至有人推测它重达88吨。但是出于陆生动物生存的最大极限，很少有动物可以克服地球上的重力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超龙的体重是66吨，那么它每条腿就必须承受16.5吨的身体重量。如果腿部构造不够坚固，就会被身体重量压碎。然而出于陆生动物的最大生存极限，科学家们推测超龙的体重很难超过80吨。不过这些都只是猜测，超龙的真实面目究竟是什么样，至今仍是一个谜。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家伙绝对是一个庞然大物。好，第3个，马门溪龙。这是在我们国家的四川省宜宾市马鸣溪渡口发现的。
马门溪龙的体型虽然不是恐龙中最大的，但是它的颈部可能是所有恐龙中最长的。马门溪龙的颈部最长可达15米，它的体长全长可达35米。人们首次发现马门溪龙是在1952年，当时金沙江马明溪渡口附近正在修筑铁路，修路工人在开凿岩石的时候，发现了许多像骨头一样的石头。后来经过我们国家的古生物学家杨忠建教授研究确认后，发现这是一种人类初次发现的新型恐龙化石，于是他就借当地渡口的名字给恐龙取名马门溪龙。从当时发现的化石中来看，专家们测得这种马门溪龙的体长也仅为22米。后来直到50多年后，也就是2006年，科学家们在新疆的奇台县又发现了新的恐龙化石。最后经过科学家们确认，它与50多年前在四川发现的马门溪龙一样是同一物种。后来经过测量，新疆奇台县发现的马门溪龙化石体长长达35米，在当时这种恐龙一度被称为亚洲第一龙。好，第二个，巴塔哥泰坦龙。巴塔哥泰坦龙曾经被称为泰坦巨龙，也就是说泰坦巨龙与巴塔哥泰坦龙是一个物种。这个家伙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恐龙，它的体长约在36米，体重约为57吨左右。之所以说它可能是最大的恐龙，是因为人们发现这个大家伙的骨骼还有继续生长的迹象，也就是说很有可能还有比目前发现的泰坦巨龙更大的个体存在。人们第一次发现这种恐龙是在2008年，当时是由一名农场工人在阿根廷当地的一个沙漠中发现的。巴塔哥泰坦龙与其他犀角类恐龙一样，也是一种四足草食性动物，它们有着长长的脖子和尾巴，生存在距今大约1亿多年前的白垩纪中期。当时它们生存的地方还是森林区域，并不是沙漠。完全成年的巴塔哥泰坦龙在当时几乎没有天敌。对了，还有就是这个家伙的体型在世界上一直存在很多争议。由于这些远古生物的体型都是通过零散的骨骼推算出来的，所以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们的确切体型究竟有多大，以至于在古生物界有很多人认为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恐龙，当然也有人认为它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证据不足。目前世界上被广泛认可的体型最大的恐龙就是我们的第一名阿根廷龙。好，第一个阿根廷龙，它的体长可达42米，体重可能重达94吨，这相当于20多头大象的重量。在所有的恐龙里，能与阿根廷龙分个高低的，也就只有易碎双腔龙了。易碎双腔龙的体长被个别古生物学家估计超过了50米，但是这个数据被很多人认为有夸大的可能性。